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主演的4部古装剧，每一部都是经典，哪部是你熬夜追的？1. 长安诺。必须承认，我是因为司凤信服程毅的演技，才会想来看一眼长安诺。虽然长安诺是先拍的，虽然我知道一个演员的成长性一定有时间的先后顺序，虽然我本人之前并不看好这部剧，但是有些事情的真相虽迟但到，无法否认在错乱时间顺序下，于我自己而言，司凤是青云，他是仙人是神，更纯净自缢。但是小程序不一样，他是活生生的人，宫墙之中，沙场之上，有多了属于生而为人的复杂性和局限性。写下这段话之后，必须要承认程毅和小程序剧跑了。2. 琉璃。剧情的背景是1000年前，仙魔大战后，仙界战神和魔界魔煞星相继陨落封印，3界相安无事很久后，魔界的人欲复活魔煞星掌控3界，于是一场暗潮涌动的正邪之战在积蓄力量。女主角楚玄机天生60不全，但是只要触碰到万劫八荒镜的碎片，就能恢复一部分感知。于是这故事的支线就是男女主寻找古镜，历劫打怪的节奏。3. 与君歌。男主外表羸弱无能，实则忍辱负重，胸怀大志，表演细节诠释得很到位。女主初看傻白甜美女，但勇敢果断正义的天性很讨人喜欢，是一个成长型人设，失意的伏笔应该在后续有所体现，最终会脱落为一个真正辅佐君王的成熟的执剑人。剧情节奏较快，需要聚精会神细品每一句话，揣摩每个人物的形象。皇上和太监两人步步为营，螳螂捕蝉黄却在后的戏码轮番上阵，前期很难判断出场的角色是否有更深一步的意义所在，所以剧情十分值得推敲。4. 莲花楼。虽然分级和分场有一些灌水和避重就轻的问题，但主线设计太牛了，李香怡那样的身份注定只能江湖相望，加上程毅的演技，李莲花这个角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永垂不朽。比较能抓人，人物情感和情绪以及抉择徘徊，有时候处理的比较冗长反复，看得有点累，不过人物塑造还是比较饱满的，人物是立住了。